我身边的这台车呢，哪吒阿丫，这是一台新车，但是呢，大家一看这不是哪吒 V 吗？厂商把它定义为哪吒 V 的换代啊。当然，大家一看也知道是基于哪吒 V 打造的。哪吒呢，也是想通过这台车的改名啊，包括配置的提升啊，还有一些内外饰的改变，还有配色上的一些改变，去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的喜欢，或者说提供给年轻人第一台车的这么一个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它的售价啊，但是呢，哪吒一直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我相信它依然会维持现有车型的一个售价吧啊，我猜测。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台车。前脸其实整体跟之前哪吒 V 没有太大区别嘛，但是这个位置的点阵的格栅是新加入的这个元素。车身侧面这个充电口在左侧呢是慢充啊，快充呢是在右侧啊。尽管说它没有放置在车尾，但是还好这个车不大啊，比较小。再有这个侧面没什么可说的，不过有一个配置是无钥匙的进入，还有呢。这台车是增加了2个更加年轻的颜色啊。那我们这台车是相对中性一些，是一个灰色。还有的版本呢是可以选择双色的车身的。尾部改动还是比较明显啊，加入了一个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哪吒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同级别里边空间比较大的，所以它的后备箱啊一直也是挺大的。来看一眼。进深大概有接近1米吧，应该不太到。然后底下还有一些暗格，可以放些稍微隐私一些的物品。包括乘坐空间，它在同级车里面的话，也是具有优势的。不过这块如果有一个后雨刷就更好了，是吧？那我们去车内看一看有什么变化。你知道我进到车内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内饰还是不错的，尽管。哪吒可能是作为一个新势力里的2线品牌吧，但是你看这台小车哈，虽然说它定位不高，你看这车的做工其实还挺不错的啊。尽管用料都是比较偏硬的塑料，因为这个级别和定位，在这儿嘛，而且我觉得设计也是挺精巧的。前面这个仪表信息显示非常全面，而且它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啊。既节约了成本，然后又里程信息又显示的是非常详细，而且呢是放在这儿，它又能够起到半个 HUD 的作用，我觉得是非常巧妙的。当然，所以它的方向盘呢也用了一个平边的设计，方向盘本身呢很小，中控屏这没什么可说的啊，大家都是这么做。不过厂商在这次升级里特意提到了它的芯片升级，所以它在反应速度方面非常快。我实际体验了一下，也真的是非常快。你好，哪吒，我在。你看，立刻就是我在。所以这些语音的功能跟其他的车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啊，只是说它在功能上可能，比如说能量回收调节呀这些，它不能通过语音进行操作，而且包括你点按的时候，这些触控的反应也都是非常快的，很灵敏。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当然，这个黑边儿。你就不用去太多的有什么怨言了，毕竟车型的定位和级别在这儿。手套箱居然有阻尼，你知道这个价位的车其实很多都没有阻尼的，想的还是挺周到的。这块呢有一个挺深的储物格，当然了，这块也是一个加了胶皮垫的一个无线充电。你如果不用无线充电，可以放些小物品，底下有一个12伏的电源，还有一个 USB 的接口，在底下还有一个小的储格。相比于50苹果呢，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没有把中间这个通道给它打通，我特别不喜欢那样的设计。我总觉着副驾驶能把脚伸到左侧伸过来，它还是有一个隔断的。有隔断的同时呢，它这块又是可以打通的。比如说，你要停在一个比较窄的地方，从那边下车的话，你可以一步迈过去。然后这块的2个杯架，然后下层还有一个储物格，这儿呢还有一个放手机的位置吧。当然这个储物盒就很小了啊，因为车身比较窄嘛，所以它的中央扶手本身也是比较小的。此外，它后视镜也是带加热功能的，还有盲区监测啊。当然这个车呢也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包括自动泊车，
驶入驶出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在这么一台小车上，它堆叠了一些更高级车才有的一些配置吧。此外，它的充电口还可以对外放电啊，最大支持3000瓦，带动常用的水壶啊、电磁炉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啊。郊游露营的时候可以使。空间呢，一直是哪吒 V 的重点，当然是在同级车去比较啊。刚才说了，后备箱空间很大，乘坐空间也还是不错的，在同级里啊。现在前排肯定是没有问题嘛，我178的身高，然后再看看后排空间。后排空间嘛不算大，但是你如果跟同级车相比，它不会特别的挤，因为很多同级车，尤其是电车，再加上地板高，它很多就这么蜷缩着去坐。那这个车的话，你把腿这么放下，大概还有3指的空间吧，能坚持一会儿没有问题。还有一个 USB 的接口，别的就没什么配置了。静态呢，大概也就这么多。那这台车的对手的话，就像50宾果呀、比亚迪海鸥啊这些，当然各有各的优势啊。这款车的话，空间还可以，而且它的电机功率比较大。你像海鸥和宾果都是50千瓦、55千瓦的这么一个电机功率，那这台车的电机功率是达到了70千瓦，所以说它的动力性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哪吒品牌，不管是它的哪吒 V 也好，或者高级的哪吒 S 也好，还有中间的哪吒 U， 都是一个非常注重于性价比的一个品牌。所以说这台车上市之后啊，我觉得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加量不加价啊，或者说在同级车里依然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不过目前这种微型车呀、小型车呀这类的纯电车型都不太便宜啊。这不是哪个车型的事儿，而是整个的市场环境限于电车成本的问题，尤其对微型车的话更加的敏感，所以价格可能不会太便宜。但我相信哪吒依然是一个注重性价比的一个品牌，然后这款车依然在同级里会有一定的性价比。那这就是静态部分的一些内容。作为一台代步的车型呢，其实对于它的驾驶性可能也没那么的高，但是呢，今天还是要聊聊它的动态的特点吧。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台车还是很好开的，很轻松。它的电机功率是70千瓦，相比于竞争对手的话，50左右的功率，那这台车是在动力上有优势的，而且电动车的反应都是响应比较灵敏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让我觉得比较好的几个点，一个是它的刹车很好，刹车很线性。我几乎每次在试驾电动车的节目里都会说刹车调教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车型都能把刹车的，尤其是初段调得很线性。在你挪车呀、掉头的时候，很多的车型就会一下刹住了这种感觉，因为在踩刹车踏板的时候，这个电机电力会中断嘛。如果电机电力一中断的话，就会造成低速刹车的特别不线性。那这个车基本上或者几乎吧就没有这样的感觉，能够跟汽油车一样非常细腻的把它刹停，即使在低速的情况下，它也能控制的很线性，这点是好评的。另外呢，这个方向盘的手感也是好评的，因为很多的微型车其实那种方向盘就是很生涩的，而且会有点像秒表之类的那种感觉啊，就秒针吧，秒针之类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方向盘转起来，尽管说有一些的电子味儿，但是还是那种黏黏糊糊的，就是比较细腻的那种。所以油门啊、刹车呀、方向盘啊这些综合起来，就让你觉得这台车还是挺好开的。再有就是它的底盘调教很软，然后在遇到沟沟坎坎的时候，很舒服啊。不过说实话，它也没什么支撑性啊。这类的车型以城市代步为主的，你要什么支撑性是吧？同样的价位，如果真的希望有一些驾驶乐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像飞度啊之类的车型吧。我突然觉得说了好多好话呀，好像都是在夸它。但是你真的是以一种城市的家用代步车去看的话，就是还好。让我纠结的应该是它的售价，虽然说我现在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啊，但是就像我之前静态节目里说到的，像这个级别的车型，
其实价格都不太便宜，反倒是中高端的车型打价格战内卷的非常的狠，反倒是中小型车售价纯电车型都比较贵。如果你以燃油车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能买到一个级别更高、驾驶质感更好的车型。那这台车上市之后，可能是跟之前的哪吒 V 是差不多的一个售价，尽管哪吒在同级别里是一个性价比相对突出的或者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品牌吧，但是从价格的绝对值上来说的话，这个市场的车型我认为都是比较贵的，这可能是让我最纠结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外形啊，我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那今天的试驾内容就到这儿吧。